本期视频是我6月的彩色头像小结练习。这期视频呢，不只是草图和上色，还会进行3个光影的练习。那么我们就开始吧。球体起稿。球虽然画的还行，但好像太大了点。经过几次的优化，终于得到了这个还能看的人头。有了这个60分的底子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加五官啦。五官加完，但总觉得有点怪怪的，又不知道怎么改进。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复制一个，大胆的去改改看，反正又不要钱，感觉还行，那就可以加头发啦。头发呢，要从整体的结构大型出发，这样有助于后期刻画出更合理的光影。画着画着，不懂为什么这个妹子呢，给我一种阿祖的感觉。草稿这边就画完了，记得要翻转检查一下，两面都好看，再继续下一步，不要想着后面来补救。现在来上线稿，这次呢，我多花点时间，努力把这个线稿的精度提高一些，这样你们就会觉得我好像又进步了。我的天哪！其实进步哪有这么快呀？如果线稿一次没有画好呢，可以再开一个图层进行第2次的线稿。好的线稿呢，是可以帮助画面去暗示结构的。好，这个线稿就完成了。接下来就上个底色并分区。一开始呢，不要担心颜色，我们主要是划分出不同颜色的区域，颜色呢可以等一下再调。形状呢尽量精确一点，我们之后要用它来做快速的选区。颜色确定后呢，上个阴影也就是2分。刚开始用灰色就好了，颜色也可以后面再调。这一次呢，我就不上太重的阴影了，因为之后呢要加环境和光照。如果不确定体积对不对，可以用这个 S-Gray 的黑白模式检查一下素描关系对不对，给阴影调一下颜色。如果觉得这个颜色正确呢，我就会比较懒，复制一下图层，然后把它们全部都合并成一个图层，然后在这个图层上进行快乐的细化。如果把每个环节都做到位了，这个阶段呢是很享受的。头发这边不要理会我的画法，我目前呢只能这样慢慢的去推进还没办法从整体大局上开始，需要进行长期的一个训练。这个脸有点太平了我觉得给它加一个很微妙的阴影这样子可以加强一下头部和脸颊的结构。过渡呢要柔和一点，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就不那么平面了？现在来看呢，这个妹子的三角肌我画的有点太短了。嘴唇加强一下体积，眼睛细化一下。这期视频不理解的话不要紧，我会在后面几天推出完整绘画过程的视频。给脸颊跟嘴唇叠加上一点红色，眼珠呢，我觉得改成紫色会更好看。好，我们的底图就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就加一下环境和光照，做点练习。这个是光影的参考图，它的环境色是有点淡蓝色，应该是天空造成的。然后呢，主光是白黄色的阳光。这种光影我感觉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它的主光源没有太多的颜色。新建图层正片叠底加一个环境色，就是这种淡淡的蓝色。然后拟定一个光源就在这个脑袋偏后面一点。在刚刚这个环境色的图层上呢，我们用橡皮把光照的区域擦除出来，或者直接用蒙版来进行这个区域的刻画。因为人脸特别是女孩子的结构它比较匀滑，所以边缘过渡也要匀滑一些。可能很多刚开始画画的朋友呢，觉得技法是很重要的，但对我来说，我觉得技法是最次要的。比如这里的光照区域怎么画，就需要对头部和头发的结构有足够的理解，才能画得准。画出来的光影呢，才能让人信服，并且觉得这个区域是有内容的。是不是感觉画画怎么越画越碰到的问题越来越多这个其实也是画画的乐趣嘛。最后可以新建一个图层，给耳朵和光照区域的边缘呢，叠加一点红色，模拟那种透光的感觉。
有的观众呢可能会想要去加点常色加点绿色啊、蓝色那些，我觉得都行。这边我就不弄那些花活了，对我来说意义不是很大第一个光影的练习就差不多了。脸颊这边我处理的太粗暴了。第二个光影参考呢，是一种沐浴在浓浓的阳光中的感觉，所以一开始正片碟底一个橘黄色光模拟这个环境光的效果。因为主光源的颜色是比较暖黄色的，所以这边我用线性简单的图层模式来刻画这个光照的区域。刚开始呢，因为光照的区域不够精确，所以就算不懂画画的人也能感觉到我这个高光怎么画得像面条一样。所以对图形结构的理解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临摹阶段过去后呢学习的内容。时间有限我们要赶紧推进。高光区域做完呢，就继续在边缘叠加点高饱和的颜色来模拟皮肤透光的感觉最后感觉有点单调，我就微微的在底面加了一丢丢的蓝色天光的效果非常微弱。最后再调节一下，这个练习就完成了。好，第三个光影练习我们放飞一下，来点有意思的。我想结合左边这两个参考，重环境色然后重光颜色的效果，先叠加一个很重的青蓝色作为环境色，然后再新建一个线性简单的图层去刻画红色的光照区域。这里就非常考验对头部结构的理解程度。结果你看我这个脸是不是感觉又不合理了？其实是因为我对光照面的刻画不是很准确。如果光照面画的准确呢，变成任何颜色都不会违和。最后呢，我再加一点微弱的蓝色高光，模拟一下作为第二光源的天光。好，排版一下，这边就是本期的练习。接下来7月份的练习内容呢就很明确了，我觉得要对脑瓜子进行每个角度的详细结构练习，然后再去练五官老婆生日做点烧烤。6月的练习只达到我计划的2/3，这里感谢一下那些分享教程给我的和支持我的小伙伴，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喽。